Hello， 姐妹们，晚上好，我又来啦，想我了没？昨天不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老婆环绕》这首歌告白的事儿吗？结果我看弹幕上好多人都说俊子没回应，巴拉巴拉怎么的，然后我今天早上就去 ins 扒拉了一下，哎，这一看他不是回了吗？我这一看啊，他回应的内容可给我笑远了啊！前面还挺好，我要为我爱的人流血，后面怎么就来了一个我你不配呀？恭喜王同志，你是不是飘了？你说你秀恩爱就秀呗，你带着黄老师干啥呀？这倒好，这环绕现在环绕这一放吧，不但他的大脸盘子蹦出来，在我脑子里环绕，这黄老师的你不配也在我的脑海里环绕了，可还行？那姐妹们，昨天梳理老婆这个告白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俊子回应不回应的问题。幕上好多姐妹还蛮多去刷这个事儿的，说俊子没回应好伤心什么的。我就觉得你怎么知道他没在老婆专辑出来的时候冲到网易云买了511张专辑，又卡着5点11分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了511个520呢？你们说是不是，姐妹们？他不一定把他私底下的东西都秀给咱们在台上看啊，所以下一次啊，无论这个俩人谁秀了，另一个没有动静，不用伤心啊，私底下不定他咋秀呢。这个吧，就是大家不是想知道后台的事儿吗？然后最近这几天有姐妹私信我，然后分享了好几个物料，我今天就顺道啊一块儿说给大家听。然后我今天在梳理第2场演唱会，就是楠姐 Q 他们化妆间的那个，真的是好多高能啊！楠姐真的不愧是一线浪浪丁的姐妹呀，太会磕了，有没有？今天我带姐妹们一块儿去看看她到底 Q 了多少梗。要在休息间准备一样东西，你们会准备什么？杯瓶一听可乐。什么样的可乐？无糖可乐，因为有的时候上台讲话唱歌得喝无糖的，如果喝有糖。工具，你可以长出一口气，以后不用惦记我的可乐了。呀，你怎么这个都知道？拿可乐来交换。给自己打打气，因为后面还有紧张。那你觉得很老淡不？挺多方面的，他不喝饮料，对，就喝温水。有时候可以喝一个，有茶，有汽水，有可乐嘛？就给了你一瓶可乐嘛？那可乐很贵的，是吧？可乐按口付费吧。张浩老师出了一首歌叫《环绕》，你可以了解一下。买起来。你说买多少张？511张。511，他生日，我知道。这不爽，这龚老师9牛1毛。毕竟是谷主嘛，也是大方的。我已经送了他礼物了，秘密不说。好，这秘密给保留一下。好，那这样今天既然是彩蛋的话，我们分享。要用的。哎呀，果然有时尚 boy 就走起来了。你看，我说果然红了之后不一样。这包包，哎，也挺好看。这包包咱别用夹的啊，显得太不潮了，好不好？先放旁边。这个啊，不是植入。姐妹们啊，不瞒你们说，当初最早我看这个芭莎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按口付费，我一下子就想歪了。按口付费呀，我脑子简直奔出了一辆火车呀！而且吧，更有灵性的是，老婆在4月7号发了一条微博。这时候剧都已经播完了啊，他突然发了这么一张库存图，而且他手里拿的，你们好好看看去啊，是不是就是这无糖可乐？老婆，你不是老干部吗？你不是平常只喝白开水的吗？怎么现在一干啥就提起这可乐呢？你在剧组待的好好的，怎么就突然飘了一张带有可乐的库存图呢？姐妹们，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他是不是又想按口付费了？而且吧，你们看这个化妆间这个采访，楠姐，我也是挺服啊。啥都能 Q 啊！这个可乐梗 Q 完了以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俊子的这个眼神和那个小表情？你看他那个得意的表情，真不怪我们想开车，实在是正主这车随时随地的就飙出来了。这趟顺风车，你不想搭都不行啊！姐妹们有没有同感？你要说这可乐它没点故事，我都没办法相信啊！哎呀，我的个妈呀！
我简直是继火锅之后，我又无法直视可乐了，太造孽了，这俩人。还有这个511张专辑，楠姐，不愧是楠姐，老冷丁的姐妹们看起来都把511吸烟课费了。但是啊，最好笑的不是这个，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俊泽这个突然就回了一句，我给他生日礼物了，我不告诉你。就开启答非所问，你是想秀是吧？谁问你生日礼物的事儿了？没事儿吧你？教你那一副我就不告诉你，但是我又要秀的小得意的小表情。我只想说2个词儿：嘚瑟。反正你想送啥，我们也不想知道了，只要不是511就行。所以说，姐妹们，就这一个采访，而且或者说就是演唱会的这一场，基本就是锤死了他们卡点的事儿。你们说有没有？这就不用说是什么巧合，这真的就是故意卡，这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你们说是不是？然后最后他这夹包的动作也是让我真的爆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拿那个包吧，夹包的这个动作吧，特别像夹着一个砖头，把奢侈品那个包夹出了一种砖头的既视感。这个包的这个事儿啊，当时也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了一个她的观点啊，我说给你们听。就姐妹问我说，她这个包不是在彩排的时候就出现了吗？为什么在台上他们2个人好像老婆第一次看见他这个包似的那种感觉啊，还要调侃他一句啊，这不是诚心的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说啊，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呀！我跟你们说啊，就是他们俩在采访中说的话，有些可以当真，有些压根就不用听，根本就不是，这根本就是前后矛盾的。你去关注他说的那些话，你还不如去好好看看他们下意识暴露出来的小动作或者脱口而出的那些东西，更有信任感，更真实，是不是？有点少，不知是否我太伤到心跳，往上冒，阻止不了的在舞蹈，不小心步入了你温柔圈套，不知道不明了还能否逃跑，碰巧不需要你过多的打扰，我只要你一个微笑就好，你在我视线发烧环绕，你在跟我玩闹 show out， 你不在乎我要多少，呼吸你的味道刚好，也在我脑海围绕奔跑，让我的心燃烧失焦，你让我的心跳停掉，感觉有点微妙不好。姐妹们啊，每次看到这个场景，我真是觉得又感动又好笑啊！感动的是咱们龚大狗子对老婆那真的是条件反射的宠啊，有没有？这话筒下意识就递过去，所有东西你看看那一手拿了那是多少东西呀！啊，哎呦，真是舍不得让老婆拿，而且所有灵性的事，他这些都是下意识的反应啊！你们发现了没？这得训练了有多久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在多次采访当中，然后还有这个直播当中，就只要是东西掉在地上了啊，他立马就去捡啊，几乎就舍不得让老婆弯腰。哎，有没有磕到？我公狗子还是对老婆真的是很好的，然后这个老婆也是很有意思了。我跟你们说，你说他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昨天我看那一张路透图吧，还那么大的一个高尔夫架子啊，抬起来就走，不愧是咱们无指老婆。但是怎么到老公这儿就柔弱不能自理了呢？这个场景你们有没有一种女朋友男朋友既视感，就是女朋友在男朋友那儿连个瓶盖咱们都拧不开啊，但是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桶水抬起来就走。你们有没有这种画面的既视感？我真的觉得他们俩人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氛围感，还有那种下意识的小动作特别戳人心。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听过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他说所有伟大的爱情都藏在琐碎的细节里。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符合这两个人啊，太适配了。我在台上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可我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在说爱你呀，同不同意姐妹们？
然后咱们再说说你们一直想知道的这个后台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主要是今天跟你们分享2个物料，但是先给大家说第一个录音吧，那个是后台啊，后台有姐妹啊给录下来的一段录音，但是这段录音啊，我不能放给大家，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你们都知道酷现在本来就盯着我呢，啊，盯着这视频，那说不定哪天就下架了，所以咱先不要捂得太过了，我先口述给你们，等风声过去之后，咱们后来有可能的话，我再给你们放出原版的这个录音啊，就是啥呢？俊子说啊，没有花絮我就不客气了，然后老婆说。你老是欺负我，天天仗着自己人高马大的，老是欺负我。我当时听这个录音的时候，老婆的语气可娇了，我的天哪，姐妹们，震撼不？这真的是在线撒娇，有没有？最搞笑的，听完了这段录音之后，我脑子当中就立刻蹦出了人高马大这几个字，简直无法直视这4个字了。他俩也太会了，而且这段录音我感觉妥妥的把咱们俊子白切黑的属性吹得死死的，有没有？第二个吧，就是关于昨天那个凌晨的时候，超话不是乱了嘛？大概1、2点钟的时候，就有好多姐妹来私信我啊，就发了好多物料，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物料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没有上一个物料阵，毕竟上一段那个是实打实实锤的录音啊，是真的有听到录音了。但是这一段是没有的，就是我看到这个物料的时候只有文字版，实在是不知道真假。但是我也可以给你们口述一下啊，这个就是。说是优酷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在粉丝可见的一个群里，然后发了这样的一段录音，然后说的是，就是不是有一段戏，咱们小山河里不是有一段戏嘛，就是大婚之后，老温不是去给阿香闺女报仇去吗？他受了重伤，然后老婆呢就把他带回来，给他点上了醉生梦死。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一段？然后当时老婆不是在床边看着他吗？就是想跟他告别。这个时候，老温在眼角流下了一滴泪。这个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啊，他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段录音啊。据说拍这里的时候，俊子说：“导演，我躺在这儿不好流泪。”然后老婆就说了：“你要是哭出来，我就给你亲下去。”就大概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没有太大的波动，远没有我听到那个上面那段录音的震撼大。因为首先就是你是不知道这个物料的真假的，第二个吧，就是我感觉如果真的是酷的一个花絮什么的，我感觉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两人在片场里面说骚话，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至于为这个而感到激动吧？他想，周围人那么多呢，他在这个周围人他敢这么说，你们也知道，他们剧组里面都管他叫老婆嘛。你们看到那段花絮了吧？就说啊，你老婆都要抱走了，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啊，就是全剧组都在当时比较认同他们俩的关系，但是仅仅的是认同他们剧里的关系啊，实际上就是剧里面他们是老公老婆嘛，这样子。当时你聊骚的出来，就别说他有没有这个话，就是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并不能说明就是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过，这并不能说明俊哲本人在剧组就怎么样了，这无非就是挑逗嘛，说白了是吧？就是钓还是老婆会嘛。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超话里头好多姐妹就是听到，就是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文字版的这样一个截图啊，就疯了，说我磕到了真的啊！我当时看到好多人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脑门子的问号，你知道吗，姐妹们啊？合着浪浪丁几百万的山人，这么长时间了，关注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俩物料这么多，直播采访这那个的，已经这糖和狗粮甩得满天飞。你合着你是看着了这一个模棱两可还不知道真假的一个文字版的信息，就这么2句话，你才觉得你磕的是个真的吗？那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在磕啥呢？难不成一定要是这些料出来了之后才知道他们俩是真的吗？那这岂不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磕了个寂寞？所以我觉得这个料啊，大家不用太过激动，因为首先真的是不知道真假啊。第二就是说，即使它是真的，那剧组聊骚嘛，就不用太过在意啊。也没有现在他们俩在后场现在的暴击多呀，你们说是不是？反正这个料你们就自由心证吧啊。
还有回答姐妹们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还是在做一下净化期的姐妹们啊，不要着急，我们等511过了之后再做这一期啊。万一这2天再出什么幺蛾子呢？是不是？而且最重要的是，演唱会的这个复盘啊，真的是高能特别的多。要是不做，我心里就很痒痒，很难受，实在是现在有点没有开花的精神头。等我沉淀2天吧，啊，好吧，先不要着急啊，我肯定会给大家做的啊，我也跑不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吧，就是姐妹们问我能不能直播去磕他们俩。首先来讲，就是直播涉及到了一个就是大多数姐妹们的一个时间问题啊，因为我是社畜狗嘛，我是要上班的啊，下班了之后再去扒拉他们这些物料再去磕，可能会比较晚。第二呢，就是啊，当然了，也不是完全不行啊，回头咱们就集体商量个时间，找一个比较高能的这个物料，咱们一起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得把这个直播搞明白一点，就是实在是不太会，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玩意儿咋直播磕，哎，就问问姐妹们的想法吧，好吧？啥想法的你们都可以给我私信或者是留言、弹幕什么都可以啊，咱们就看看当时怎么磕他们2个，才能磕的咱们尽兴了，好吧？哎呀，爱你们啊！今天就是我有点累了，咱们今天这一期就先这样吧啊！昨天做那一期做的实在有点疲惫，到今天还没缓过来，我好好的缓一缓啊，明后准备迎接咱们的511啊！好了，姐妹们，走过路过的不要忘了点赞，咱们先就这样吧，明天见，么。